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呢，先要播放一则洛阳地区昨天的天气预报。洛阳地区昨日有大风，有好大的风。今天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洛阳地区依然有风，风中有雪，雪中还有一把刀，雪中汉月刀。所以，既然这把刀飞来了，咱们就不得不接。所以我们就先让洛阳的那股风再刮一阵儿，咱们先来接下这把刀。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部《雪中汉月刀》。这部剧和我以前讲的历史剧完全不同。以前的历史剧的编剧或者说是原小说的创作者，他们在构思这部作品之前，首先面临的是一个选材的问题。我想他们肯定是这样选的。就好像这些作家们有一天走进了中华几千年历史的辉煌之中，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历史都陈列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展厅里。这些作家们要从中选取他们所需要的素材，他们先要选定一个历史时期，所以有的作家就走进了唐朝，有的走进了宋朝，有的走进了南北朝。确定了历史时期以后，再从这个历史时期中摘取几个有意思的人物，进行一番艺术加工以后，以小说或者是电视剧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而这部《雪中汉月刀》的作者与以往的作者在选材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他也是走进了这所大厅，然后先选定一个历史时期，不过他并不是选定一个时期，他选了好几个。或者呢，他一个也不选，留下这个疑团让大家来猜。在选定历史人物的时候，更加的别出心裁。他并不是选择某一个特定人物，而是从诸多的历史人物身上各摘取一小部分，然后拼凑出一个他小说中的人物。他所摘取的部分呢，有些是名字，有些是号，有些是性格，有些是相貌，还有些是典故。所以在这部剧中，也许最后会出现50、100个人物，但是实际上这50、100人物所反映的历史人物可能有100到150个，因为他们很多剧中人物的身上都兼具着好几个历史人物的特点。所以剧中的历史人物也好，历史背景也好，都是经过一番整合和拼接的结果。大家看这部剧的时候，一定要认清这个特点，要不然的话，这部剧绝对能把你看迷糊了。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关公温酒斩华雄，也没有什么曹操行刺董卓，但是在《三国演义》中都有这样的故事，人们似乎也可以接受。毕竟关羽与华雄，曹操与董卓，他们都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但是如果关羽去战秦琼，曹操去刺杀秦始皇的话，您肯定觉得不可理喻。但是在这部剧中，各位有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那么到底这样做好不好？其实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毕竟呢，它不过就是一部剧，你喜欢你就继续看，不喜欢呢就把它晾在一边。不过呢，这部剧中提到了很多历史人物，还有一些野史上的人物，倒是让我们有机会呢跟大家聊聊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他们的典故。所以呢，这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好了，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部剧。咱们像以往一样，先说说这部剧的历史背景。这部剧大致的历史背景，我认为是在北宋年间。为什么说大致呢？因为历史时间一定要与当时的历史人物相呼应，才能确定它到底是哪个历史时期的。但是这部剧中的人物呢，如我刚才所说，朝代呢并不是很确定，所以这部剧的历史背景我也只能说是大概。这部剧提到的王朝的名字叫黎阳，还有一个在北边的叫北莽。前几集中还提到了已经被黎阳灭掉的西楚。黎阳看起来很像是北宋，他的皇帝也姓赵。当年与北宋对峙的一个政权就是大辽，北莽也很像是大辽。北莽有一位女帝，北莽女帝很像是大辽的萧太后。
而且北莽也分南北，分别由南院大王、北院大王实行管理。而辽国当时也是实行的所谓的一国两制，也是由北院大王和南院大王这样的官职。随着剧情的发展，可能还不只指的是大辽，也许呢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那诸多政权的一种整合，比如说把大辽、金、蒙古、鲜卑、柔然，甚至于匈奴都糅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整合体。而剧中提到的西楚政权，很有可能是北宋政权在统一的过程中灭掉的那5代10国中10国中的某一个，有可能是我们知道的南唐。因为剧中提到了西楚的皇帝不善武而善诗词，似乎说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但我觉得呢，更像是大将曹彬灭掉的后蜀政权。因为在剧中，那位叫于右微的女子曾经吟唱了一首诗，酷似后蜀的君主孟昶的惠妃花蕊夫人后来在宋宫中所作的那首戍国王诗：君在城头戍强骑，妾在深宫怎得知？14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而在历史上，率兵最后征服后蜀国的，就是宋朝的大将军曹彬，也就是清平乐中曹皇后的爷爷。曹彬一向是军令严明，他在后蜀国王投降以后，禁止了士兵们的劫掠。这个呢，和剧中徐骁的所为也是非常的类似。既然已经提到了徐骁，咱们就说说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原型是都有哪些。徐骁在这部剧中被称作人屠，而在历史上有此雅号的只有一人，他就是秦国的大将白起。白起为了秦国的霸业，当时是四处征讨，与6国作战，打了不少的胜仗，对秦国的贡献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是此人杀戮太重，在与赵国的长平之战后，使诈坑杀了赵国人45万。45万的赵国青壮年被坑杀，直接毁掉的可能就不仅仅是45万个家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闺中梦里人。白起杀戮过重，他自己最后也没有一个好结果。后来他与当时的秦昭襄王意见不合，最后秦昭襄王赐其自尽。白起的后人后来虽然在秦始皇登基以后得到了很好的抚恤，但是他的后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从事军事，都是以诗词见长。到了中晚唐时期，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叫白居易。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在宋人的《太平广记》中记载的一起在中国古代的濒死体验的事件。当然了，那个时候并不叫濒死体验，这是现在的词汇。这个故事是说呢，是在隋朝的开皇年间，也就是隋炀帝执政期间，当时呢有一位大府寺丞叫赵文昌的，突然间倒地不起，一命呜呼。但是呢，家人看他心口微短，似乎还没有死，所以呢也没有给他马上收敛。过了一段时间，赵文昌悠悠醒转，就跟大家讲了一段这样的故事，说他在晕死以后呢，有人带他到了阎罗殿，见到了阎罗王。阎罗王就说你平生有过什么功业呀？赵文昌说我自幼家贫，也没有做过什么善事。阎王爷又问他，那你都做过什么呀？赵文昌就说，我就是天天的咏读《金刚般若经》。阎王爷就让下属找来了这部经，然后由一个人不是一个鬼来看，由赵文昌站在一旁来背诵，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天天咏读《金刚经》。赵文昌背的是一字不落，阎王爷就说，看来你说的是真话，那你就回去吧，你不用死了。赵文昌回去的路上呢，就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喊他的名字。他定睛一看，这个人还真认识，是谁呢？是周武帝，就是北周的周武帝于文邕。赵文昌就马上进前去参拜，于文邕就说你认得我？
赵文昌说：“没错，我认得陛下，当年我曾在您殿下做过侍卫。”因为大家知道，隋朝是承继的北周的政权，当年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就是于文邕的儿子的老丈人。赵文昌还注意到于文邕身上是被捆绑着3重的枷锁，于是就问于文邕说：“陛下，您这是怎么了？怎么被这样对待呢？”于文邕说：“我生前罪孽太重，别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是罪孽已除，但是呢，唯独当年我灭佛之事是不能得到原谅，所以我现在是这般光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著名的灭佛事件，最著名的就是三武一宗。三武指的就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南梁的梁武帝萧衍以及唐朝的唐武宗。一宗指的就是后周的柴世宗。宇文邕呢就想让赵文昌转告当今的君王，千万不要起灭佛之念。赵文昌答应了，他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在门口的粪池中，他发觉似乎有一个人是深陷其中，只有一缕头发飘在上面。于是呢，他就问守门的人说：“这个人是谁呢？”守门的人告诉他，这个人当年是赫赫有名，他就是秦国的大将军白起。因为生前杀孽太重，所以现在只能被困于粪坑之中，偶尔的出来换一口气，可能还要带点新鲜的口味下去。赵文昌不禁长叹一声，然后悠悠行转，又回到了人间。后来他把这个事情就禀报给了当时的隋炀帝杨广，杨广也是叹息不已，还把这件事情录入了隋史。不好意思，又跑题了。最后呢，再多说一句，这本《太平广记》呢是宋人李昉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宋真宗年间编纂的。他将唐代的小说是尽录其中。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什么田螺姑娘啊，什么西厢记呀，都是最早是出自于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收录了很多的神神鬼鬼的事情，但是它的想象力和整体的水准是远远的高于后来的明清的这些神鬼小说，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聊斋志异》等等。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读一读，挺有意思的。好的，跑题归来，咱们继续来说说这部剧。徐骁除了像人屠白起以外，也有点宋朝大将曹彬的影子。刚才我已经提到，是大将曹彬最后带兵是征服了后蜀，也是他约束士兵整顿军纪，禁止了对后蜀皇宫的劫掠。这一点呢，在剧中也有所呈现。而且啊，徐彬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叫曹伟，是他的4子。当年徐彬去世之前，宋真宗曾经问他，将来谁可以担当大事？曹彬就向宋真宗推荐了他的儿子曹灿和曹伟，而且特别说曹伟要胜于曹灿。后来西夏李继迁作乱，宋真宗就派曹伟去镇守西夏，也就是剧中提到的北凉所在的地方。那一年曹伟只有19岁，从那以后的40年，他一直是在边关驻守，可以说是声震西夏与吐蕃。吐蕃人提到曹伟的名字要触额行礼，而西夏兵看到曹伟的旗号也是不战而溃。在曹伟镇守西北边陲期间，西夏并不成事，并不足以威胁北宋的政权。而到曹伟去世以后，西夏的李元昊才慢慢的崛起。曹伟生前已经知道了李元昊这个人，而且他通过他的情报人员还得到了李元昊的画像。他自己本人还带着亲兵到了当时西夏与北宋的边界的集市中去等候李元昊。他知道李元昊将来早晚会成为心腹大患，所以他想趁着李元昊还年少先杀了他。不过很遗憾，他都没有碰到李元昊。曹伟去世以后被赠谥号武穆，而以后北宋的战将得胜以后的奖励之一就是允许你披戴一次曹伟的盔甲。所以啊，总的来说，曹伟的功绩应该说是大于他的父亲曹彬。
那么曹伟是不是就是剧中的徐骁的儿子徐凤年呢？这个呢，目前还很难说，还需要随着剧情的发展再观察一下。徐骁还有一个儿子叫徐龙象，在剧中呢，徐骁还称呼他为黄蛮儿。这个呢，就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个人，就是曹彰，曹操的第三子，也是曹丕和曹植的弟弟。曹操称呼他为黄须儿。曹彰和徐龙象很像，也是天生的神力，好勇斗狠，并不长于韬略。两个人都是天生的大力士。曹彰呢，就是喜欢养宠物，经常是一言不合就把老虎拉出来臭揍一顿。在谁继承曹操之位的问题上呢，曹彰是站在曹植的这一方的。后来曹丕继位以后，曹彰也没有得到什么重用。在他36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至于死因，有人说背后有曹丕的加害，这点呢，现在仍旧是一个谜。除了曹彰以外，徐龙象还像一个野史上的人物，就是《隋唐演义》中的李元霸，也是李世民的弟弟，也是天生神力，最后遭到了天谴，自己被自己的大锤砸死了。徐骁的部下还有几员大将，也是他的义子。这些人呢，大多也都是有来历的。比如说那位圆滚滚的楚禄山，历史上的原型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唐朝末年的安禄山。历史上的安禄山自己有一支所向披靡的亲兵部队，组成这支部队的7000人都是安禄山的义子。所以对安禄山是忠心耿耿，誓死效命。这支亲兵部队的名称叫叶落河，这是一句突厥语，意思是壮士的意思。而在剧中，楚禄山的亲兵部队也是叫叶落河。但是楚禄山身上不光有安禄山，还有一个文人的形象，这个人叫温庭筠。在剧里说，楚禄山插8次手就能得到8运。在历史上，温庭筠也是以此成名，人送外号温八叉。说到温庭筠，不禁又想起了这个剧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于右威，那位曾经行刺过徐凤年的名妓，后来也成了徐凤年的红颜知己。这个人就是历史上的于玄机，又叫于右威。历史上的人与剧中的人是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历史上的于右威是唐朝4大才女之一。关于这方面呢，在我以前的关于元稹的那期视频节目中有过很详细的介绍。于玄机后来出观做了一个道姑，在他的咸衣观里打出了于玄机以诗会友的招牌，引来了大批的所谓的文人雅士聚集。最后咸衣观也成了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后来他因为怀疑侍女月俏私通他的男友，将绿俏失手打死，最后被人检举，被判了斩刑。于玄机之所以走到了最后这步田地，是和他以前的经历密切相关的。在她嫁人之前，她爱上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名字就是叫温庭筠。这是一场师生恋。于右威认识温庭筠的时候呢，正好是28年华，而温庭筠这时候已经是40多岁。温庭筠很欣赏于右威在诗词方面的才华，所以呢就想好好的栽培他。于右威更加仰慕温庭筠的才华，慢慢的竟然爱上了他。也许是温庭筠觉得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不太合适，所以就把于右威介绍给了他的一个朋友，叫李毅的，当时也是在朝中做官。后来于右威就做了李毅的一个妾室，最后被李毅的正室夫人赶出了家门，李毅就把他安排进了咸衣观，然后就再也没有来接他。从那以后，经历过爱恨纠葛的于玄机开始有些自暴自弃，于是就在观中打出了以诗会友的旗号，最后是沦落到了那种境地。最后被斩首的时候，他只有24岁。
希望剧中的鱼玄机能比历史上的真实的鱼玄机命运好一点。刚才提到的温庭筠还有一个外号叫温钟馗，联想到他的另外一个外号叫温八叉，就感觉好像他是从高空摔下来以后，而且是头先着地，所以把自己摔得一个四仰八叉，脸也给毁了，因此叫温八叉。其实呢，刚才说了，温八叉呢是形容他才思敏捷。温钟馗这个外号呢，是来自于当时另外一个文人对他的评价，说他的诗词是钟馗敷粉，意思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华丽，但是呢骨子里却是很粗犷、很豪放的，就像钟馗敷上了一层粉。所以说，这并不是形容温庭筠的长相的。在史书上，不管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都没有提到过温庭筠的长相如何不好看，只是说他一生不修边幅。温庭筠的先祖是唐太宗时期的中书令，也就是宰相温彦博。温彦博是当时有名的大帅哥，在还是唐高祖李渊执政期间，每次宣读诏书的时候，都要由朝中长得最帅的、声音最好听的温彦博亲自来宣读。后来李世民长大以后，也是一表人才，据说是达到了帝王长相的天花板。这样宣读诏书的这份工作才由李世民来做。此外，温庭筠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驸马，他们分别娶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妹妹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女儿。虽然说做驸马并不意味着他们长得有多么俊美，但是在唐朝那样有严重颜值控的朝代中，做驸马的一定不会长得丑。所以从遗传基因上来说，温庭筠长得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晚唐能与温庭筠齐名的诗人有2位，一位呢叫杜牧，合称温杜，还有一位叫李商隐，合称温李。李商隐字义山，李义山，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印象？没错，这个名字就是那个徐骁手下的第一毛士，那位住在听湖亭上的高人李义山。他和李商隐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就是借用了一下这个名字。而他的历史上的原型更像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徐骁手下的一个义子，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叫陈之豹。他在历史上的原型很有可能是南北朝时期南梁的大将军白袍将军陈庆之。这个呢，我相信陈之豹在后面还有很多的戏，所以关于陈庆之，咱们以后再慢慢的讲。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好了，剧中的人物呢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东海的王先知，就是取自于唐末的起义军首领王先知；武当山的掌教王重楼，就是取自于全真教的王重阳。可能还有很多我没有提到的，不着急，咱们以后呢再慢慢的聊。《雪中汉月刀》这部书的作者笔名叫烽火戏诸侯，我觉得呀，关键是在这个戏字上。所以说，在这部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不能太认真了，谁认真谁就输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这里是 Frank 为您讲述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